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迪蒙表示，美经济尚未陷入衰退，但他认为衰退发生的可能性大于软着陆。下一条，面对 AI 营收表现欠佳，投资者对 Alphabet、微软等科技巨头的耐心正在耗尽。这些公司持续投入大量资金研发 AI 产品，却无法明确其收益前景。虽然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巨资，但相关营收信息却语焉不详，导致投资者担忧。分析师指出，生成式 AI 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，其收益潜力有待时间验证。此外，企业对于 AI 产品的快速迭代和可信度也存在疑虑。下面这条，选举新闻密集，分散消费者购物注意力，打击零售业，因可支配支出受到影响。ETSE 和亚马逊等零售巨头指出，选举的不确定性和新闻事件使得消费者行为难以预测。传统零售商也表现出担忧，预计第4季度业绩将面临挑战。接下来，日本股市因全球央行信号不明朗而延续上周动荡，领跌亚洲股市。日元反弹，此前受日本央行鹰派立场影响而下跌。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，此前10年期国债拍卖需求疲软。美国股市下跌，受美联储降息预期影响。下面这条，日经指数下跌，终止2日涨势，因日元反弹和美股快速回落抑制了对风险资产的需求。让我们关注日元周4走强，此前大幅下跌，本周市场动荡，投资者权衡日元套利交易平仓及日本央行利率路径。日元对美元汇率波动。日本央行7月政策会议意见摘要显示，部分成员呼吁加息。与内田新一观点不同，日元波动推高美元指数，欧元、英镑等货币汇率也有相应变化。接下来这条，中国房地产低迷拖累钢铁需求，导致价格下跌，利润减少。政府注重长期经济调整，缺乏大规模刺激措施，加剧钢铁市场低迷，需求预计将萎缩。全球面临铁矿石价格下跌和中国钢铁出口增加的风险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联邦法院判处 Ripple Labs 因不当向机构投资者出售 XRP 代币而支付 1.25 亿美元民事罚款，远低于美国监管机构在这场漫长法律纠纷中寻求的罚款。接下来，韩国计划要求电动汽车制造商披露电池品牌，原因是地下停车场内车辆起火造成严重损害。下一条，资生堂业绩受中国需求下滑和重组成本影响，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跌停。下一条，为弥补预算赤字和应对债务危机，中国政府追讨几十年前企业和个人的欠税，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1万亿美元，包括未计入官方估计的表外债务。政府承诺加强税收和债务管理，但专家质疑其执行力度。征收长期拖欠的税款反映出问题的紧迫性。让我们关注泰国政府批准泰国外资合资汽车零部件生产激励措施，旨在促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。符合条件的合资企业可获得2年免税期，上限8年，需在2025年底前申请，投资至少1亿泰铢，约280万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菲律宾央行取消数字银行，成立暂停令，以促进金融包容性和数字化转型，并允许最多10家数字银行在菲律宾运营。目前已有6家数字银行在菲律宾运营。下一条，分析师首次看好1年多来大多数亚洲主要货币，因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和日元套利交易回落。最后一条，新任 CEO 陈苏珊，新加坡籍，是新加坡最大银行星展集团首位女性首席执行官，也是首位从内部提拔的高管。她拥有35年金融行业经验，将积极提升星展的科技能力，确保服务稳定性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